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韦时晴先生所著的《轻松跨越40岁壁垒的人生战略》这本书。40岁的人生中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3道绝望之壁垒。突然想问所有40多岁的朋友们，自从进入40岁这一年，你们是否产生过以下模糊的不安感呢？这样继续现有的工作方式真的好吗？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技能，感觉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已经到达极限。如果你正有这样的不安，那么你可能正撞上了所谓的40岁之壁垒。40岁的壁垒是每个人在人生中都必然会面对的试炼，能否顺利跨过它，几乎决定了你剩下的人生半程的质量。这一点并不过分，因此今天我想尽全力向大家传达跨越40岁之壁垒，掌控人生下半程所必须的知识。此外，即便你不是40多岁，这些内容也非常有用，因此我希望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从中受益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离婚、裁员、中年危机，没能跨过40岁之壁垒的人的悲惨下场；第二，创造可持续到80岁的副业的步骤；第三，别独自面对人生40岁的挑战，你必须拥有的关键人际关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离婚、裁员、中年危机，没能跨过40岁之壁垒的人的悲惨下场。近年来，关于人生100年时代的说法越来越常见。正如书名所示，这里所说的40岁之壁垒，也正是在日本人平均寿命约80年的情况下，恰好位于人生终点的阶段。能否让人生下半程过得顺利，关键就在于你能否顺利跨越这道40岁的壁垒。步入40岁的人，通常已经工作了20年，许多人会开始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似乎不再适用。不仅是职业生涯，连人生规划的方向也渐渐模糊，选择变得越来越少。作者指出，这种选择日渐减少的现实，正是40多岁的人所感到模糊不安的根源。在40岁的人群中，能够稳步走在自己应走之路上的人，其实并不多。那么，到底有哪些壁垒在等待着40岁的你呢？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人生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会遇到的3道壁垒。40岁的人生中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3道绝望之壁垒。一、中年危机，不可避免的人生分叉点，决定剩余人生是顺势而下，还是掉入低谷。2、工作方式的壁垒，如果不立即行动，未来人生将受影响。3、夫妻关系的壁垒，每3对夫妻就有1对离婚，所有40岁男女都会面临。接下来我会逐一具体讲解，并让大家容易理解。同时，这不仅是介绍40岁必须面对的3道绝望之壁垒，我还会结合生活中的实用知识，一起传授给大家。因此，请一定听到最后。第一道壁垒，中年危机，不可避免的人生分叉点。大家听说过中年危机吗？心理学上称之为中年危机，指中年时期特有的郁闷心理状态，以及中高年可能陷入的抑郁症或焦虑症。近年来，陷入中年危机的人急剧增加。对于30岁后期到50岁的朋友们来说，这绝非他人之事。中年危机之所以到来，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人生下半场后，自己能力的局限性逐渐显现。你会开始隐约意识到，自己在社会和周围人的评价体系中处于怎样的水平。正是这种对自我水平的认知，让人开始怀疑，我的人生真的就这样吗？40岁前后，许多人会产生如下模糊的不安感：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到底是否要一直工作到退休？没有特别的经验和资格，如果现在换工作，哪里会雇佣我？最近开始感受到肌肉和体力的衰退，孩子渐渐长大，想到剩下几年只能在一起，感到无比孤独。40岁的人会在这些方面碰壁，非常多。女性可能会因为收入或晋升的天花板而感到停滞不前，男性可能因为体力衰退而对自身的男子气概失去自信。结果是，很多人会盲目的转职或创业，最终失败而陷入困境。
这也是这个年龄段的典型特征。此外，女性的情况会更加复杂，家庭和孩子的问题、外貌的变化，以及更年期和绝经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。试图应对这些问题时，事情往往太多，让人感到恐慌，最终甚至导致抑郁的人也很多。表面上看，中年危机似乎全是负面因素，但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，正是通过克服中年危机，才能心理上成长，并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目前，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约为80岁，所以40岁正好处于人生终点。能否跨越这道关键的中年危机，将直接影响你未来40年的生活质量。这一点毫不夸张。你的人生是会比现在更美好，还是会像滚下衰老之坡一样下滑，全取决于你在40岁时所做的选择。第二道壁垒，如果不立即行动，未来人生将受影响。与刚才讲的中年危机并列，40多岁的人必然会遇到的另一大壁垒是工作方式的壁垒。近年来，以 AI 为代表的 IT 技术迅速发展，我们不得不应对工作方式的变化。如果不能适应变化，仍旧沿用以前的工作方式，将无法跨越即将到来的工作方式之壁垒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，到2030年将出现人们不必工作的时代。看到最近 AI 的发展新闻，会感觉甚至不必等到2030年，可能明年就会到来。因此，未来如何利用剩余时间，将变得非常重要。纵观人类历史，只有那些能够灵活调整工作方式的人才能生存下来，而不能适应变化的人将被淘汰。作者强调，人生下半场，选择能够让自己感到充实和有意义的工作至关重要，因为那些缺乏社会意义的工作，在未来必然会被淘汰。我们应当根据未来社会的变化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第三道壁垒，每3对夫妻就有1对离婚。40多岁的人，大多数在30岁左右结婚，因此结婚已经10年左右了。即便夫妻关系再好，10年的相处也会让一些小的不满逐渐累积成巨大的障碍，比如价值观差异、育儿方针不同、家务分工不满等。这些不满的种子无处不在，10年间如果没有解决，夫妻间的差距和违和感就会越来越大。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，夫妻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更频繁发生。生育和育儿本身，男女的应对方式就存在很大差异。当然，轻微的价值观差异是正常的，但问题在于，这些小差异没有通过沟通及时协调。在婚姻生活中，理想状态是日常中不断调整、磨合这些琐碎的差异，从而加深夫妻之间的羁绊。如果忽视了这种磨合，原本的小石子就会堆积成巨大的岩石，在你们面前，40岁的壁垒就会矗立起来。然而，40岁前后往往也是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太多的时期，每天的琐碎事务，打扫、洗衣、购物、育儿、照顾老人、亲戚间的往来都占据了大量时间。相比之下，夫妻间的沟通虽然重要，却通常不紧急。比如家庭会议、纪念日庆祝，大家虽然心里知道很重要，但往往被日常琐事挤到一边，迟迟无法执行。对于你们来说，40岁时孩子大约10岁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再过几年，孩子就会渐渐独立。有没有夫妻间的对话内容几乎只剩下孩子的事情呢？试想，当孩子离家后会发生什么？如果夫妻关系一直是通过孩子维系的，那么孩子离开后，自然话题就少了。最坏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50多岁时离婚。但维持夫妻关系并不需要做特别大的事情，比如把以前压在心里未曾表达的不同意见说出来，或者稍微讨论一下彼此的理想生活，就已经足够了。通过提前拾起这些价值观上的小石子，尽量避免让40岁的壁垒变得巨大，就能防止夫妻关系陷入危机。作者指出，越早面对40岁的壁垒，越有优势。在人生100年时代，即使40岁才开始，
你仍有大约60年的时间。每个人在剩余人生的某个阶段，都将面临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。这种转折可能有人在30多岁就遇到，也可能有人在40多岁后期才遇到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现在此刻正是面对职业转折最早也是最好的时机。如果你现在40岁，明年就是41岁，此时此刻，你正是人生中最年轻的时刻。越早调整生活轨迹越好。对于那些对眼前40岁壁垒的高度感到绝望的人来说，其实幸运的是，你仍有充足的体力和智力去应对。40岁的壁垒给予我们一种必须认真面对自己人生的当事者意识。50岁时稍显迟了，30岁时又稍早，但40岁正处在体力、知识、好奇心的绝妙平衡点，是改变人生的最佳机会。正如埃里克森所说，只有通过克服中年危机，才能心理成长。早早意识到40岁壁垒的存在，并努力突破它，就能大幅成长，让人生下半程更丰富。看看50、60岁的前辈，你憧憬的人，往往是那些在40岁这个人生重大转折点没有逃避的人。现在正是你重新审视自己的最佳时机，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，而不是恐惧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创造可持续到80岁的副业的步骤。现在40岁的你，正处于人生下半程，未来是否美好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3个关键因素：金钱、社交、健康。这3者是人类感到幸福的基础。健康方面，相信大家平时已经注意，这里重点讲解金钱问题，40岁壁垒不可回避的一大课题。虽然听起来每月靠副业赚钱很难，但实际上并非不可行。下面介绍创造每月副业收入到80岁的3步法。步骤1：不考虑赚钱，写下所有可能性。首先找到副业的种子，准备纸和笔，把你至今投入最多时间和金钱的事情写下来。不一定是工作，也可以是兴趣爱好。这些你花时间和金钱的事情，必然是你喜欢的。无论是音乐、旅行，还是其他爱好，对于这些你喜欢的事，你可能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、经验和技巧。关键是暂时不要考虑它能否赚钱，因为是否能成为副业，不是你决定，而是社会决定。如果完全想不出喜欢的事，可以回忆曾经被别人夸奖过的事情，也可以写下来，无论是电脑打字快，还是唱歌好听，都可以。通过这样找到的喜欢的事，就是你未来副业的种子。步骤2：市场调查，将你已有的副业种子与工作结合，进行可行性市场调查。这一步是为了判断你找到的种子是否有机会开花，也就是能否变成有收入的工作。例如，你擅长会计工作，同时喜欢照顾孩子，你可以发现民间学童或课后托管机构可能有对会计服务的需求。同时，你可以进一步调查相关资格和民间企业使用的会计系统。通过这些调查，你就能具体看到自己副业种子变成工作的路径。重点是不要因为没有大生意模式就轻易放弃。你现在并不是要建立大事业，而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每月收入可持续到80岁的副业而做调查。步骤3：同时种下多颗种子，分散风险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不是所有种子都会开出漂亮的花，因此重要的是同时培养多颗种子。这样，你可以尝试不同的副业。如果发现某个项目可能无法产生收入，就可以轻松放弃。同时，如果副业损害健康或工作本身乏味，也可以及时停止，不影响长期持续。作者指出，每个人都有种子，只是还没被发现而已。认为自己不能做副业的人，其实只是还没有把自己拥有的种子语言化，或者自我分析不够，误以为自己没有种子。如果找不到种子，可以请亲近的人帮忙。例如，问父母你小时候最常用零花钱做什么，或者请朋友指出你的特长和优势。有趣的是，你自己认为擅长的事情，别人未必觉得是你的优势，反而你认为自己不擅长的，可能就是你的天职。
所以每个人都一定有种子。40岁开始绝不晚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别独自面对人生40岁的挑战，你必须拥有的关键人际关系。首先总结3类关键人际关系： 1. 走出舒适区，主动进入有压力的人际关系。2. 即使不想见，也必须见的人。3. 一起攀越40岁壁垒的伙伴。接下来逐一讲解。1. 走出舒适区，主动进入有压力的人际关系。40岁后的你，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呢？有的人在压力重的人际关系中苦恼，有的人则独立创业，只和喜欢的人交往。Dropbox 创始人 Drew Houston 曾说，你是你最亲近的5个人的平均值。比如，你最亲近的5人是妻子、父母、公司同事2人，那么你就是这5人的平均水平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仅在这5人范围内，你的成长也受到限制。人们喜欢与知识水平或价值观相似的人相处，所以这5人可能是你觉得舒服、开心的人。但问题是，舒适区的人际关系不会给你成长带来压力。Drew建议，如果想成为理想的自己，就要与那些能给你带来一定压力、能让你学习的人交往。这种压力区的人际关系，在心理学上称为拉伸区。40岁后，你需要主动与能促使自己成长的人互动，而不仅仅是因为相处舒服。然而，很多人恰恰避开了那些本该让自己成长的拉伸区的人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们越发害怕失败。与能促使自己成长的人交往，可能会引发自我怀疑或社交尴尬。但正是这种具有挑战性的环境，才是跨越40岁壁垒不可或缺的经验。2. 即使不想见，也必须见的人。前面提到的拉伸区的人，有一个共通点，能给你带来正向压力、积极的挑战。如果你在公司上班，或者从事与多人接触的工作，你可能会被巨大的负面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这类压力不会让你成长，是负面压力，应该尽量避免接触。但那些能给你带来正向压力的人，你反而应该积极去接触。什么是正向压力呢？例如，为了和这个人愉快的交谈，你每天需要不断学习；为了与这个人平等相处，你必须持续产出成果。舒适区如果放任不管，会不断缩小，但通过自己的成长，也可以将拉伸区扩展为新的舒适区。只要努力，曾经的拉伸区会变成舒适区。因此，有机会就积极与人交往，勇敢迎接正向压力，这样，你最亲近的5个人也会自然更替，从而让你不断成长。3. 一起攀越40岁壁垒的伙伴。40岁以后的生活中，最重要的是找到能够一起攀越40岁壁垒的伙伴。这里的伙伴，不是指学生时代那种每天喝酒、亲密无间的关系。40岁以后需要的人际关系，应该是干练成熟，在彼此需要时互相帮助的关系。40岁的人相比10几岁，人生经验和知识丰富得多，每个人的价值观差异也非常大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实际上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，反而可能成为最好的伙伴。为什么呢？当你遇到困难时，伙伴可能拥有你没有的工具和能力，反过来，你也可能拥有伙伴没有的技能，从而帮助对方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朋友自然会减少，你可能会觉得现在再找能一起攀越40岁壁垒的伙伴太晚了。但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你只在寻找与自己境遇、价值观相同的朋友。如果你撇开共同兴趣、家庭状况等条件，拓宽视野，你一定能找到那些愿意与你一起攀越40岁壁垒的伙伴。请一定去尝试寻找这样的伙伴。40岁的壁垒并不可怕，它只是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考验。面对中年危机、工作方式的挑战以及夫妻关系的考验，我们不能逃避，而是要勇敢正视。同时，人生下半程的幸福也掌握在自己手中。通过创造可持续的副业，建立正向的人际关系，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同行，我们可以让生活更加充实、有意义。无论你现在是否正处于40岁，书中的理念都适用，关键在于意识到自己的现状，
勇敢迈出第一步。记住，人生最年轻的时刻就是现在，只要开始行动，跨越40岁的壁垒，掌握下半程人生，就完全可能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